嗨，各位钓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Bass Sniper YouTube 频道，我是 Jerry。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钓具储藏收纳盒的测评比较。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的几个钓具收纳盒产品，不是产品推荐，只是横向比较哦。所以今天呢，一共有这些，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这个是明邦的，可能有许多朋友已经在用了这个呢是最新的一个叫做Groove Fishing 的一个专门收纳铅头钩的这么一个盒子，然后这边呢是 Plano， 也就是收纳盒的老牌儿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这个 Plano 新出的叫做 Edge 的这个收纳盒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这个是一个专门收纳这个 terminal tackle， 也就是小件的铅坠连接环小的钩子这些东西的最后呢还有一个 Plano 的同样一个系列，这个 Edge 的那个3700系列的专门用来收纳 crankbait 的这个收纳盒。这些盒子呢是一个比一个贵现在都已经到了要花50美刀来买一个钓具盒的地步了。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又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吧。好，我们先来看这个 Plano Edge 的专门为三宝钩硬饵设计的收纳盒首先呢是它的用料然后它底边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扎实的，看上去像是 ABS 工程塑料的这么一个塑料，然后上面是非常非常透明的，跟玻璃一样的这边呢是一个它的 Plano 号称的最新设计，就是一个方便你写标签的 Easy Label， 就是你可以写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只要用那个记号笔写上就行了这个黄的呢是它的一个搭扣，这个搭扣呢也是它的最新设计，这个搭扣呢是一个整个盒子是为了一个密封设计所以说这个搭扣也是其中的密封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搭扣的那个操作呢是这样的，就是这边一个手把它下掰，然后呢要从下面把它提起来就打开了，然后合上的话呢也是要两边按，然后就合上了。这样单手呢是可以操作的，因为 Plano 在它那个广告里面说呢是可以方便于单手操作，单手的确是可以操作，但是单手是不是能够合上呢？你看按了一边的话，这一边就关不上了。我们再来一下，我摁中间的话还是可以的，你就不能摁的靠边对，单手还是可以操作的。所以它这个盒子呢设计比较奇特，跟一般的非常不一样，就是一般的那个放 crankbait 的盒子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看到它里面都是这种是硅橡胶的，像那个钉板一样的软的硅胶钉那它的间距呢基本上是在半公分左右，所以它号称呢是可以叫 crankbait catcher， 是可以抓住这个 crankbait， 完全就是钩子不带钩套，把它那个塞进去的。再来一个方板的，看这个比较胖，就把它塞进去。这个是 KVD 1.5， 那这个的话是 Bandit 的这个300，也都是比较小的这个 crankbait， 就把它塞进去就行了。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大的这边呢是 Lucky Craft 的 3.5DD， 3.5DD， 它的间距非常小，所以这个的话，当然它也说了，它是用来放那个小的 crankbait， 所以这个大的可能不是特别适合。然后再换一下其他尺寸的，比如说像这个呆蛙，这个很瘦，这个就放的非常好。那如果我们放了个 VIB，这个是 Rattle Trapped， 很瘦，非常瘦，瘦的就是一放就很容易就放进去了。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Jerkbait， 这个是一个 KVD 的300，是一放就放进去了，还不错。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Spybait 或者叫 Spinbait， 这是 Dual Realistic， 这是 Dual 的这个 Spybait， 90的。这个也可以比较好的卡住，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更大的多节的永耳能不能放呢？然后像这种的话啊，这个是 Black Dog 的这个 Bluegill， 是一个 Waking bait，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卡进去，卡也是可以卡，你看，卡还是可以卡。看这个 Black Dog 的 Bluegill 卡进去了以后就没法拿出来，因为它的钩子还是会勾住这个它的硅胶的这个钉子，还是可以卡。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放的这样乱七八糟的话，关得上关不上，然后关上以后，这个饵到底能不能像他所说的这样得到保护？首先呢，就是你得 fight， 好，关上了，应该穿的还不错，它的那个可以比较牢的把这个 crankbait 都定在原地。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儿用的是这种大的深潜的 crankbait， 加上它下面橡胶钉的间距非常小，所以说你在盖盖子的时候呢，实际上盖子跟那个饵是把饵压紧的，所以盖子跟饵是有接触的。但是目前看来呢，好像还不错。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做一个试验，就是如果像这种 spybait 那么细的，会不会在颠倒的时候，把盒子倒过来的时候，会不会掉下来？我看到它还是出来了。当然要非常大的力气来颠簸。当然，而且我们刚才是把它完全倒过来了。如果你放在船上啊，或者是放在包里面，堆着它走的话呢，一般是这样放的吧，这个饵会掉下来的。几率会比较小，这样子。这个盒子的话呢，主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 totally 是防水的，除了防水呢，还有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是这个防锈的，就是它会释放一些那个防锈剂啊，像我们以前用的话呢，就是一种防锈的那个纸片，放在这个有金属的这些钓饵里面，然后把盒子给盖上。那这个盒子的话呢，它第一是整个都是防水的，第二呢还有这些除锈剂啊，所以说它主要是针对这个金属防锈的。然后这边的话，整个一个盒子一圈呢都是这种有硅胶垫的 seal， 就是封印的材料可以密封。再加上呢，这边后面的这个铰链的地方都是金属的，所以它的整个的完工品质还是很不错的。盒子本身呢也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个多半呢还是放在这个船上比较合适。对于小的 crankbait 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盒子对于它所标称的这个小的 crankbait， 它到底有多少能够节约空间的这种摆放方式像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把这个 crankbait 的身体都埋在这个盒子的高度部分，然后让它的bill 就是它的舌板跟前面的 crankbait 重叠，这样是最节约空间的嘛。这样的话，我主要是想试一下，能不能在不影响到后面这个情况下，直接把前面这个拿出来。这个很方便。当然，这个没有钩子。如果是这个的话，这个也很方便。这个设计确实是很不错，不用影响到其他饵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放回去。这些饵在这个盒子里面放了3天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把饵拿出来呢，发现这些硅胶钉是依照这个饵的周围的轮廓是扒开了，而且没有能够很快的回复回去，所以呢，目前呢是不知道这个长久以后会不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形状。这个呢就是 Plano 的专门为 crankbait 设计的 Edge 盒子。下面这个呢是 Plano 的这个 Edge 系列的。专门为 terminal tackle， 也就是钩子铅坠这些连接环这些小金具设计的收纳盒。这个盒子呢与众不同的呢是，除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它一般这个 Edge 系列所有的这些用料包括它的 seal 就是它的防水的功能还有它的防锈的这些除锈剂功能以外呢，它里面的所有的格子还包括有小的这些分立的收纳盒。有4种这种类似的小收纳盒，有3种呢都是不同尺寸的这个透明收纳盒，这是最小的。虽然说每个收纳盒都是号称是可以拿出来的所以有些呢非常的紧。
然后它后面就是这样的导轨，然后插到这里面的凹槽里面，2根对2根，就放进去就行了。它主要是让它放进去以后，这样它里面的小盒子不会在盒子里面有上下左右的移动。然后这些呢都是透明的盒子，那是上面一个小盖可以打开这个呢是比较方便，应该说你比如说就是方便你归类小的撞环一类，小的那个美式撞环一类，小的别针一类是吧？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呢是第2号大小的，然后它是当中带一个格子的就比如说是同一类，有不同尺寸的，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到当中它那个隔板也可以拿掉。这个，你放回去的话呢，一定要对准。好，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大尺寸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不带隔板的长条的。然后最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不透明的这种收纳盒。这个呢，每一个盒子上面呢，它都有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Easy Label。就可以你拿记号笔写的，就可以让你标记，一看不用打开盒子就知道里面放了什么。那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 Easy Label 好不好写。拿出一支记号笔，写上3%盎司的 Flipping Weight， 确实比以前的塑料好写多了。我们打开盒子看一看呢，它这里面呢是2边上下都有这个圆柱形凹槽的这个硅胶的垫子，这个呢是设计用来放铅坠的，3个呢是不同的尺寸。这个是大号的，小号的，这是更小号的刚才是大号的、中号的、小号的。我这边呢是拿了一些这个倒吊的坠子来试验一下。那么它这个东西的好处呢，主要是像有一些那个涂了油漆的这种坠子如果你直接一直一堆放在一块的话，撞击的话油漆容易掉。那它这样的设计呢，让这个坠子有上下有软的这个硅胶的保护，而且呢在盒子里面盖紧以后比较紧所以它不会上下左右的动，不会撞掉油漆但是呢，我看这个是1/4盎司的这个水滴型的倒吊坠子，放进去了以后呢，它盖起来呢，旁边都已经盖不紧了。所以这个硅胶垫，当然它是因为硅胶垫可能装的上下高低有一点点区别，夹是夹得很紧这样子，不会有在里面撞击的可能性了。这个是坠子，所以呢，这个设计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使用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方便，因为你只要把它这个盒子打开以后，把要用的这一类拿出来就行了但请大家注意看，我也是发现一个不太方便的，就是这些凹槽放回去的时候对准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在船上的时候如果单手操作可能有一定的麻烦。所以这个设计呢是不错，当然呢这个价钱也是够贵的。这个搭扣的话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crankbait box， 它是还不错的这个搭扣一个手可以操作。然后这个的话呢，开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手也是可以开的。然后关的话呢，这个一个手很难操作，主要是因为这个盒子比较浅。它下面这个底部的搭扣的底部不能很好的把它 catch，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盒子拿起来，然后2个手推旁边，这样才能很好的把它关上。一个手的话要关的话，你看这个，如果你推住一半的话，这边是关上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传成这种情况，所以它开是可以一个手开，但是关的话一定要2个手关，所以这个就是 Plano 的这个 Terminal Tackle Box， 因为它的原价是49.99美刀。那我们呢已经把这个盒子的功能给大家介绍了，至于是不是真的值得花49.99美刀去买一个钓具盒呢？这留给大家自己考虑啦。接下来这个呢是 Groove Fishing 的这个叫做 Big Jig Box， 就是大 jig 盒子。这个盒子也是上边也是纯透明的这种
聚碳酸酯的材料，应该是。这底下也看上去像是 ABS 工程塑料，只不过不是磨砂的。然后这个盒子呢不是完全水密的，然后它的盒上呢没有任何的搭扣啊，它就是这边的有1、2、3、4、5、6个强力磁铁，就是靠磁铁给它关上了。关上以后呢，这个盒子盖子还是比较牢的啊，不会掉下来，不会自己在自己的重力下掉下来。然后它的里面的收纳的方式呢，就是靠这个也是一个硅胶的缝把它夹起来，就是加钩子给它夹起来。它号称的这一共盒子可以一共收115个左右的这个 jig， 它当然它是一共有115个这个开口的槽。然后它放的话呢，我这儿放了好几种不同大小的钩子，像这些呢就是一般的 open hook 的那个开钩的那个 jig head， 当然这些是我自己喷涂的。像这个的话，你可以倒过来，像这样放，也可以呢，就是直接就是这样放。非常紧，然后放了以后，盖上就行。这是2种方法。然后如果你是带这个挡刷的话呢，像这个就是除了 jig 的话不是 jig head， 就是 jig 的话，就像这个带刷子的，我这个刷子还没剪过，就故意留的那么长的话，那显然它不太适合这么放，不顺手。所以这种 JK 的话，它就只能这么放，就把钩尖朝上，这样固定啊。然后像这些的话也是，然后还有呢，也可以收纳这个 chatterbait， 挡板前头钩。像这个 chatterbait 的话呢，因为它没有这个挡刷啊，所以说它实际上这样放也可以，然后那样放也可以。它这个放的话呢，不是让你把这个整个钩子都给它平躺下来，如果平躺下来的话，它肯定会碰到下一排。它也是让你像刚才那个收纳 crankbait 有点差不多，因为它盒子比较深，所以它可以让你放里面有一定的角度。这样的话，你可以放2排的话，都不至于阻碍到后面一排的这个取纳。像它钩子如果够小的话呢，像这种1/4盎司的 JK 的话，它就可以每一个紧挨着这个开口槽都可以放钩子，所以它确实是这个收纳量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呢就是 Groove Fishing 的这个 Big Jig Box， 我们可以把它倒过来看一下，那边垫了半天，然后看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所以它这个收纳是非常非常紧的。因为它同类的产品呢也有，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这一条单独卖的。单独卖的话，它反面有那个3M的粘胶，也可以敲螺丝钉，你可以把它贴在船上，顺手的位置。这样的话呢，你每次换下来的这个在收到盒子之前，你就可以挂在船上，它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盒子里面，所以也是非常方便。好，所以最后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横向比较吧。这个是个明邦的一个双面开合的小物盒。这个盒子我现在是专门拿来做那 Neko 和倒吊的一个集合的盒子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我在船上换饵换钓组的时候非常方便，只要拿一个盒子，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所有的这2种最主要的这种纺车精细的这个配件都在一个盒子里面那么这边呢是它的放这些小的金属器件的一侧它里面的隔板这是根据你那个不同的需要大小来可以调整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盒子上面是有许多的凸起这些小的凸起呢，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在关上盒子以后，它会阻止这些小件串门然后它不会像其他的，如果你是完全是平的话，这边如果你盒子稍微重一点什么的，它有点凹起来凸起什么的，有一点点空隙的话，像这种小的插铅小的那个环这些都会到隔壁去像这个盒子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
它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非常贴心的，非常好的。然后它的另外一边呢是给你放钩子的，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过这个 inhibitor， 就是阻止金属生锈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硬海绵，然后开槽，然后把这个钩子一排进去。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不管是我收纳这个曲柄钩也是这样，因为这一拿就是一个，你看，绝对不会什么放在一堆这样，还拿起来一个还带出一串这种像钓带鱼一样，而且它这个收纳效率是非常高，你可以排得很紧，然后直接拿就行了，就非常方便。这个就是明邦的这个盒子，然后它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轴它经常有的时候会出来，所以要经常要检查一下，不让它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其实还是挺紧的，在船上一般用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我用了这个一个钓具的话，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测评，关于钓具收纳盒的4种钓具收纳盒其中有3个是最新的所谓潮流性的钓具收纳盒。那么究竟是不是这些盒子都值他们的标价呢？我就留给钓友们自己去评判了。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要说的，这个明邦的盒子这个我从日本拿来只有12美刀，这个盒子。这个盒子的话标价是30美刀，这个盒子的话标价也是30美刀应该是。然后这个是49.99，然后他们的性价比如何？那就留给钓友们自己去评判啦。不过有一点真的是现在要花49.99美刀买一个钓鱼的盒子，钓鱼还真是不容易呀。好，就做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记得订阅 Bass Sniper YouTube 频道哦，谢谢。